秦医生，别怪兄弟们，要怪就怪你的器官和老板配上了。穿越了，还穿越到一个窝囊废王妃身上。事关冉家前途，由不得你嫁不嫁。你这个丑八怪，嫁给本皇子，你还有什么不知足？殿下从未碰过你一根手指，你怎么还死皮赖脸的霸占着皇子妃的位置不让？冉清霜，从此我就是你。那些欺辱过你的人，我必让他们百倍偿还。这人，你呀，要懂得照顾好自己。是成郡王当今太后的养子。主张节日不了就放任，在欲望与绝望之间。我刚穿越就被强吻了。只要你救本王的性命，本王不会亏待你。谁稀罕？刚刚死里逃生，现在又多了个累赘。不过这个累赘好像有点用处。一入一门深似海，这8年青春呢，终归没有白费。没想到我被嘎腰子之后，竟然在古代也能派上用场。王爷，这些钱就当做医药费啦。毒醒了，怎么回事？无耻之徒，你不要过来！难道是这个姑娘为我解的毒？姑娘仁慈，我定会对你负责。皇叔，你可真好骗！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先是莫名被人刺杀，后被你这登徒子轻薄，若是传出去，与其被刺死，不如我自保名节。三皇子，臣妾对不起你。你是三皇子妃冉氏。你是谁？如何知道我的身份？不管我是谁，我定会对你负责。
这是我的信物，我现在必须得走。日后若是有需要，来天香楼寻我。站住！你昨晚去哪儿了？哼，姐姐，你怎么换了一身衣服？难道你昨晚和别的男人？好啊，你竟然敢背着本皇子偷男人！来人，在，加法伺候。是。慢着，夏侯峰，咱们成婚才3个月，你就把赵嘉儿纳进府中，还搞大了肚子。只要你现在敢动我一下，我就立刻进宫告你宠妾灭妻！反了你了！你信不信我现在就休了你这个丑八怪？哼，夏侯峰啊，夏侯峰，你真不是个男人。当初你不敢违抗皇命，不敢悔婚，现在我嫁过来，你想方设法的找我的错处羞辱我，想休了我。告诉你，现在不是你休了我，是我休了你！哼！你竟敢羞辱本皇子！来人，把冉氏给我关起来，断他吃喝，我看他能嘴硬到几时！谁敢？怎么回事？身上突然好痛。装死也没用，带走。走。王爷，不可。王爷，不可！昨夜之事还未调查清楚，王爷若是贸然出手救人，只怕会暴露自己，还会连累三皇子妃。他救过本王，本王理应护他周全。王爷，可他名义上还是您的侄媳妇儿，您得考虑她的名声啊。看他方才那样，像是毒发作了，这有解药，送去给他缓解。这可是价值千金的白玉丹，号称能孕养脏器，缓解一切顽疾。王爷，您自己都舍不得用，干嘛送给他呀？赶紧去，少废话。敢休了三皇子，现在不是你休了我，是我休了你。哼，这丫头还真有趣。怪不得刚刚身上剧痛，原来是中了毒。青霜，青霜，青霜，压下去！原来原主几年前误打误撞救了险些被刺杀的太后，自己中了奇毒，脸上这斑也是因毒所致。哼，好在这毒我能解。谁？三皇子妃，我家主子让我给你送药来了，此药可以缓解你身上的疼痛。你家主子是谁？贱人，竟然敢把奸夫给带进府里！啊！给我挡！是。放弃湖南的，别想个车！殿下，求您放过小姐吧，她真的很爱您，不会背叛您的。我爱她个嘚儿！小姐疼得都翻白眼了。停！贱人，说，这奸夫是谁？什么时候厮混在一起的？哼！谁知道这人是不是你安排来陷害我的？你要实在想要这顶绿帽子，我也可以成全你。
殿下，姐姐怎么这样？冉氏勾结外男，还出言不逊，忤逆本皇子。来人，把他的手指给我夹断！慢着，夏侯凤，我可是皇室八抬大轿娶的王妃，就算真的私通，也应该由皇上亲自定夺。你啊，姐姐，你偷人也就算了，怎么还威胁殿下呀？呸！像你这种绿茶，我在电视剧里见得多了。好你个冉青霜，来人，给我醒醒！桥段中为老生常谈，给予你全部比如高皇一般。住手！夏侯峰，你是活腻了不成？是他。皇叔，你怎么来了？谁给你的胆子这样对本王的救命恩人？啊？他？昨夜本王遇刺，是冉姑娘救了本王。先不说她对本王有恩，她可是皇上亲自册封的三皇子正妃，你怎敢如此轻贱她？不是，皇叔，他有这个本事能救皇叔。皇叔，你昨晚遇刺了，没受伤吧？凶手抓到没有？难道那两个刺客误伤了成郡王？还好已经把他俩灭口，死无对证，应该查不到我身上吧？下药这人虽然还没找到，但林少却查到，昨晚雇凶的就是这个赵氏。你为何如此心虚？难道昨晚是你派人刺杀本王？皇叔怎么知？不是我。林少，带走。殿下，我没有，你要相信我。哼，皇叔，这可是我的府邸，你怎敢如此肆意妄为？堂堂三皇子，被一个小妾耍得团团转，蠢货！你，殿下，我肚子疼。我儿子要是有任何闪失，我绝饶不了你。关我什么事啊？哼！哼！你钻我心头，惹上了心和眼眸，百丈烟花怒。你可还好？难道他今天是特地来救我的？多谢成郡王，我真想不到，昨晚会是你。他了，后悔招惹本王了。语气怎么这么凉啊？我哪儿招惹你了？昨晚明明是你强迫我的，我怎么结巴了？不过这个王爷人好钱多，长得还帅，比那个死渣男简直强太多了。等我恢复了自由身，一定要看一个这样的。本王昨晚说过，会对你负责，这是真心的。君王，那个，我现在还是三皇子妃呢。你这么想报答我的话，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儿啊。你说，就是皇叔，你们在干什么？皇叔，你们在干什么？你以为本王能干什么？皇叔，你怎么能？
你是本王的救命恩人，好好照顾自己，等本王给你讨回公道。哼。冉青霜，皇叔这么紧张你，莫非你们？小姐，幸亏有成郡王为您撑腰。奴婢听说他性情寡淡、冷酷，没想到他待小姐这般好。傻丫头，他对我好是因为误会我和他之间发生了什么。如果他知道了真相……不过，昨晚真的是赵姨娘派人刺杀的成郡王吗？他到底图什么？怎么可能啊！他只是想杀掉我，取而代之。刺杀王爷的是另一批人。哎呀，这垃圾药是哪儿来的？对不起，小姐，殿下一直让管家克扣咱们清霜院的用度，这药已经是我能找到最好的了。哼，果然是个抠抠搜搜的死渣男，和江行之简直没得比。哼。哎，我正好可以找江行之帮忙呀。嘿嘿。他真的去了江行之的天香楼。妾身可以担保，林雪可从不说谎。好，我之前看他们就觉得不对劲，还真敢给本皇子戴绿帽。这次证据确凿，我一定要休了他。小姐，这就是京城第一大酒楼啊！我还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等到卖掉这2盒药膳的菜谱，经济问题就解决了。走。哇，三皇子妃，王爷正忙，还请在此稍后片刻，我去通报王爷一声。有了。你以为你咬死了不说，本王就不知道昨晚是谁让你下药了吗？王爷，三皇子妃拿着您的玉佩来找您了。这么快就来了？一次不忠，百次不勇，让他知道背叛本王的下场。是。救命！谁来救救我的女儿？哎呀！她是被食物卡住了，让我来。快救救她呀！谁的手啊？哎呦，救救她！你干什么？你这是……你要是不想让你的孩子有事，就别来打扰我。孩子。王爷，这三皇子妃是在干什么？我的女儿啊！孩子太软了，你看，真有两下。孩子，这看样子是救活了。孩子，我的孩子！哎，吐出来了！哎呀，孩子，行了就没事了，吐出来就好了。谢谢。赶紧起来，现在去医馆
我这是应急处理，赶紧去，没事啊。谢谢恩人，谢谢恩人。没事没事，快去吧快去吧。小姐，您可真棒，举手之劳嘛，那可是救人一命啊。想不到三皇子妃还真有本事，难怪王爷对这个三皇子妃念念不忘呢。让她上楼来。是。还有，以后不要再称呼她为三皇子妃了。可是她现在就是三皇子妃啊。很快就不是了。进。你做的？您尝尝看。你今日来是有何事啊？哎呀，你先尝了再说嘛。一口，一口，就一口。味道怎么样？还行吧。所以你的目的是什么？是这样的，王爷，您这是京城最有名的大酒楼，所以我想推出药膳，我提供菜谱，拿分成。这点破事也来找本王？就这？对啊，王爷你觉得怎么样？不感兴趣。哎呀，别呀别呀，王爷，我不要分成也行，你可以给我一些珍贵药材吗？你要药材做什么？就是我先前替太后挡刀中的毒还没有解呀，最近自学医，想自己试试解毒嘛。那好，我即刻让人去储备药材。啊，上面是菜谱，下面是我需要的药材，还有这些药。啊，王爷，你身上怎么有血？你受伤了吗？啊！方才竟然忘了换衣裳。啊！我是医生，让我帮你看看。不必了。哎呀，我帮你看一下。真不必了。哎呀，你，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反正睡都睡过了，有什么好害羞的嘛？你一个女孩子家，知不知羞啊你？这冷酷的王爷斗起来还挺有趣的嘛。王爷，当真不需要我给您治病吗？好你个冉金霜，竟然敢背着我勾引王叔！你个水性杨花的贱人，我这次一定要休了你！你在狗叫什么？我在给王爷治病，你没看到吗？哪里有伤？你这个贱人！他肯定有伤啊，不然怎么这么大的血腥味儿？夏侯峰，我劝你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我现在还是你名义上的三皇子妃，如果我是贱人，那你又是什么？你说对不对？会跨过山海，你可以入谁带着自己了？如果相拥蓬莱，这份冉金霜，你还要不要脸？夏侯峰，你放肆！是不是之前的教训还不够？江将之，我是看在皇祖我的面子上才叫你声皇叔，你竟然和我的皇子妃做这种龌龊事，信不信我去找父皇，撤了你的郡王之位？断奶煤啊！一天天的就知道找家长，真让人瞧不起。冉金霜，哎，我没聋，别狗叫了。啊！好，我现在就进宫，我要让你们好看。我早就看你不爽很久了，正好我们可以现在进宫去见皇上，一次性把恩怨全部都了结了。王爷，会护着我吧？我定会护着你。好，真行。你们现在连睁眼都不睁眼了是吧？再多说一个字，
本王杀了你。岂有此理！北燕国今年不顾皇命，居然提前朝见，还悄无声息的已经到了王郡，如此随心所欲，还把朕和大禹放在眼里吗？长郡王三皇子、三皇子妃求见。他们来干什么？参见陛陛下。你们3个怎么凑到一起了？父王，儿臣的皇子妃犯了欺淑之罪，儿臣今日一定要休妻。竟有此事！冉氏，老三说的可是真的？当然不是啊！你胡说八道！你明明和江行之……皇上，三皇子污蔑臣女，与人私通，贱人！还拉成郡王下水，甚至私底下宠妾灭妻，对臣女滥用私刑。所以今日臣女恳请皇上恩准臣女休了三皇子。荒唐！有头有脸的官宦人家都少有休夫，更不要说是皇家的媳妇。传出去，皇家颜面无存。哼！即便三皇子妃有错，那自有律法惩处。皇子滥用私刑，这要是传出去，皇家的颜面怕是更加荡然无存。反正不论怎么说，你一个女子就不能主动提这事。皇上，男女生而平等，男人能因为喜新厌旧而休妻，那女人为什么不能因为辱骂欺凌而休夫呢？你竟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朕，父王，冉氏，你这个贱人，你竟敢把父王气成这个模样！本皇子今天要把你千刀万剐！来人！三皇子，你现在担心的应该是皇上的情况吧？还是说，你现在这样，好像你巴不得皇上生病出事？父皇，儿臣冤枉啊！儿臣只是一时气昏了头。来人，快传太医！皇上，臣女帮您看一下。你竟敢损伤龙体！皇上的经脉僵得很，我这还是手下留情了呢。真的不痛了。皇上，您就是平日里太累太操劳了，平日里多下去走走，也让下面的人帮您这样多按按。哼，别以为帮朕揉了头，朕就会同意你们的和离。哼，本来我也不奢望能让陛下同意，只是呢，和三皇子成婚的这3个月里，每天过得那叫一个苦不堪言呢，这日子是没法过了。那好，你方才说男女平等，在云国，男子若是宠妾灭妻，需挨20廷杖，然后方可放妻离去。你若能和男子一样扛过这20廷杖，朕就同意你休夫。哼，只要能摆脱他，20廷杖又有何惧哉？没想到他宁愿挨这20廷杖，也要休了你。来人！皇上，
母后平日对冉氏极为疼爱，若是母后醒来得知此事，该如何交代？对啊，太后上次刺客事件虽然没有中毒，但受到惊吓，从那以后就缠绵病榻，最近还又昏迷了。姨弟，你刚没听到，这是他的选择吗？皇上，皇上，刚刚太后娘娘醒来了。什么？哦，赶紧拜驾慈宁宫。是。哎，母后一直惦记着你，如果看到你也在，她一定很开心。正好我也想太后娘娘了。走，走啊。皇上，心知你们兄弟二人要精诚团结，治理好大运，哀家就能含笑九泉了。母后，别这样说，朕一定会想办法治好您。哀家的身体，哀家知道，也就是最近几日了。秦霜，太后，好孩子，明明是个美人胚子，都怪我，让你变成了这样。传来这么久，太后居然是第一个主动关心原主的人。太后娘娘，您不用担心，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一定会找到解毒的方法的。哼，你还真是敢说呀！你个臭小子，休要胡言乱语，简直要气死我！母后，太医，快过来！陛下，完了，这次犯错来不及了。什么？只要你们这帮废物，还有何用？我说你砍了！陛下饶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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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这个病，根本就是现代很好治的破伤风啊！太后娘娘最近有没有受过伤？太后娘娘之前哪里受过伤吗？说呀！但是你少在这装出一副精通医术的样子，别以为这样子本皇子就不跟你和离了。母后半个月前在御花园中摔倒，右边手臂曾被砂石所划伤，从那以后就病重了。你们是怎么处理伤口的？快拿匕首来，烧烫递给我。冉氏，你休得胡来！就是，你懂什么医术？你这分明就是要谋害皇祖母的性命！王爷，你相信我吗？你！太医大人，我给你2个方子记好了，先外服后内服，你赶紧去，记着抓药。人命关天，你还在犹豫什么？荣天麻蜈蚣、川穹、蝎子、川乌、黄蜂大黄备用，制成膏，再备一些白芷和甘草，熬成汤药，继而内服。母后，他竟敢对母后动刀，你可知这是死罪？若冉氏救不活母后，我愿与他一同为母后殉葬。冉氏若是救不回母后，我愿与他一同为母后殉葬。
哼，好，但愿你说到做到。哼！冉氏，你在这随意指使太医，等同谋害太后，这次死罪难逃。太医大人，您快来看看！啊！冉氏，本皇子在跟你说话呢。你再多说一句，等同谋害太后，死罪难逃。好了，太后娘娘没事啊！夫人生杀，我列阵在西时，归位弥沙。我列阵在南，守心地约法。我列阵在北镇长城。这丫头当真比我想象的。皇上，太后娘娘危险期已过，只要3天内没发烧，就是有所好转了。皇上，冉氏先是救了您的病痛，现在又救了母后，这2份功劳必得奖赏。冉氏救治太后有功，赏100金，西南进贡的白水晶1匣。父皇，那可是上好的白水晶，连宫里都只有3匣，您怎么能……住口！夫妻俩床头吵架床尾和，回去好好过日子，以后少拿这事烦朕。儿臣谨遵父皇教诲。狗皇帝居然和稀泥，看来想离开夏侯峰是指望不上的，只能靠自己。皇上，太后娘娘最近需要照顾，我必须留在慈宁宫。冉氏，你什么意思啊？难道你要抗旨不遵吗？难道你觉得太后娘娘不重要？跟你回去受气才是最重要的吗？好了。再过5日，便是接待北岩使团的国宴。你们夫妻俩老老实实的参加，不要再为一丁点小事儿就闹得鸡飞狗跳，丢我大云国的颜面。是，儿臣遵命。哼。你的示意我懂藏，一壶银酿饮不尽过往，至于落不完思量，苦烦望春江。谢谢你救了母后。王爷和太后娘娘对我好，那我自然也会对你们好。我可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只可惜现在还不能以身相许。王爷，你觉得怎么样？这事儿也不是不可以。既然主动接过了，就不要丢掉。本王去看母后。
离不在远方。这个贱人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能耐？他又一次救了皇祖母，以后要甩掉他就更难了。殿下不必烦恼，姐姐从没学过医术，或许只是运气来了误打误撞呢，还是5日后的国宴更重要？没错，他这次就是运气好，下回可就没这么顺利了。能陪在我身边出席国宴的女人，只有你一个。那个丑八怪根本就不配。庆霜，这次幸亏有你在啊！没事的，太后娘娘，您平安就好。可惜，哀家把你害惨了。庆霜，哀家看着你脸上的斑淡了不少。是吗？解毒速度比想象中快。庆霜啊，这一次你又救了哀家的命。你说吧，你想要什么？只要哀家能办到，哀家都答应你。让太后出头帮我和离也不是不行，但这无疑是打了狗皇帝的脸。未免以后他给我穿小鞋，得让狗皇帝心服口服，下旨赐我和离。哼，没事的，太后娘娘，等我想好了再告诉您吧。好。世人都知道你是丑女了，还戴面纱干嘛？欲盖弥彰啊！确实，世人都知道殿下娶了个丑女，反正你的脸都已经丢光啦，我还要脸呢？你赵氏这是把所有的首饰都带出来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三皇子府比国库还有钱呢。对不起姐姐，但这些都是殿下赏赐给妾身的，妾身若是不带，就是辜负殿下的心意，还请姐姐不要为难妾身。哎呀，好大一股绿茶味儿啊！殿下，本皇子乐意。身为侍妾，却比正妃穿得好。三皇子，你是想让北燕国也知道你宠妾灭妻的事情吗？赶紧去换身衣服。冉青霜，今天我一定要你身败名裂。走。哼。冉姑娘，请。王爷请。你要是跟我这么客气的话，就得站在门口让一天了。哦。跳的真不错。家里最近在忙什么呀？来，喝一杯。家里吃好喝好啊。好久不见了。这位歌姬跳的真是不错，这个身段，大人看，真是纸醉金迷呀！呵呵，那奴婢退下了。想暗算我？哎呀，跳得真不错。这位女眷是何人？可是对我北燕国的武技不满，还是说对我北燕国不满，甚至羞辱？怎么会呢？我很喜欢他。三弟妹是嫉妒这舞姬跳得好，没想到三弟的太子妃面丑还善妒。老三，管好你的媳妇。只是哼了一声，
就算是羞辱吗？难道贵国的颜面是挂在这舞姬的舞姿上的吗？哼！这分明是三皇子妃看不起我们，难道还不让人说？难道贵国蛮横到这种地步了？我看你如何收场。江行之果然是个靠得住的人，但赵家人当众暗算我可不会坐以待毙。时辰大人，真是抱歉，我这就替皇子妃给你们赔个。哼！成君王说的没错，一国的尊严可不是挂在舞姬的裙摆和腰间的，而且我刚刚的评价也仅限于舞蹈。你闹够了没有？哦，难道三皇子妃比他们跳得更好吗？时辰大人，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岂敢让皇子妃跳舞？皇叔，这听上去怎么似乎像是你在提议？这渣男还真敢这么搞。那好，就让你看看现代社会舞蹈的魅力。臣女认为一段舞蹈应该能让大家沉浸其中，甚至参与进来。既然大家如此信任，那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支准备给太后娘娘的舞蹈。哦，献给太后的？没错，请皇上借我2个完全不懂武技的宫女，我只需要2刻钟就可以带着他们表演。大言不惭，2刻钟能学会什么？这位皇子妃戴着面纱，想必其貌不扬。下官也好奇能跳出什么舞来，好让我们大饱眼福啊！皇上，既然是为母后做的舞，臣弟也该有一份责任，就让臣弟为他伴奏吧。从未听说过这个贱人会跳舞，也好，2刻钟之后他定会洋相百出，正好可以借此休了这个贱人。皇上，这2刻钟眼看已过，这怎么没见贵国的宫女啊？这三皇子难不成是跑了吧？这可是欺君重罪呀！父皇，儿臣以为朝堂之上戏耍重臣，皇叔和冉氏理应重罚。皇上，我北燕国君千里献舞，一片热诚。这为什么皇上如此戏弄于我？还请皇上给外臣一个解释。江行之这个乐感真的无敌啦！我才哼2遍，他就能完美复刻旋律，配合的也这么默契。哎呀，好啊好啊，真精彩呀！哎呀，真好。皇上，此舞名为广场舞，是臣女特意为太后娘娘，不，是为了任何强健体魄的人所编的。母后虽然因为病痛无法出席，但若是知晓你这番孝心，也定会奖赏你。皇上觉得呢？好，等回了慈宁宫，
你可一定要教会太后啊！哼，三皇子妃的舞蹈精妙绝伦，臣趁此也来说一件喜事吧。我们北岩得了一个新的国宝——九转天华珠，正想进献给大云皇帝。北岩国的诚意，朕十分欣慰啊！今年北岩饱受害涝灾害，百姓们食不果腹，我国国君愿以国宝代替纳贡。大云皇帝仁德宽厚，想必能体谅我们难处，不然我们的难民只能南下了。此事从未有先例，但北岩今年气候的确恶劣，朕会酌情考虑减免部分。一颗珠子就想换1年的纳贡，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哼，既然大云皇帝有难处，那不如拿这颗宝珠进行一场博弈，由我们使团出题，暂决2胜。若是2题都没能答对，则请大云皇帝答应我们的请求，收下宝珠，减免今明2年的纳贡。收下宝珠，减免今明2年的纳贡。2年，未免太多了。若是你们答对了我们所有的题，我便将国宝双手奉上，纳贡也如实上交。皇上，您觉得如何？若是答对问题，不仅能得到这样的国宝，还能在父皇面前展现本皇子的过人才智，太子之位岂不唾手可得？父皇勿需担心，我大云男儿定然不会让父皇失望。好，那就尽管来吧。请我们的天下第一算术大师诸葛先生出题。听好了，北岩国内的一种6头4足的奇兽和一种4头双足的禽鸟，数量各有若干。笼子上有76头，下有46足。问奇兽和禽鸟各有几只？切，这不就是变种的鸡兔同笼的问题吗？哼！怎么，第1题就答不出来了？这就是你们大云朝真正的实力吗？且慢，再给本皇子1颗粥。三皇子，你还真是个庸才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答不出来啊？简单？你这种无知妇人懂什么？哼！这不是方才舞动四方的三皇子妃吗？莫非你得出了答案？三皇子妃，方才的舞蹈虽勉强过关，可这是大云儿郎们的比拼，你不要随便托大。这些古代的大老爷们又在瞧不起你们。皇上，臣女已经知道此题的解法了。大言不惭，你根本就没学过数算。三皇子要是学过数算，不妨说出答案，让北岩国看看我们大云皇子的实力。既然大云儿郎都答不对，不妨给女子一个机会。哼！您不说话，就算同意了？你，真会装模作样，这些圈圈叉叉的是什么东西？此题既然无人能答，便算云国输了一次。老夫再出。
奇兽8头，禽鸟7只。算不出来就别瞎说，你们丢了我们大云的，你，老夫当初算了1个时辰才算出来，你是如何算的这么快？就这么算啊？不可能，这么难的题目你怎么可能算得出来？一介女子都算得出来，看来这题目也没有多难嘛。哼哼，还不赶紧继续出题？那老夫再出一道更难的题目。请。公鸡1只5文，母鸡1只3文，小鸡3只1文。若用100文钱买100只鸡，则公鸡、母鸡、小鸡各有多少只？一共有3种情况，公鸡、母鸡、小鸡分别是4、18、72只。第2种情况是8、11、81只，又或者12、4、84只。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哼，你是如何算出其他2种情况的？这可是有名的不定方程。诸葛先生，你的实力也就不过如此吧？区区100只鸡都算不明白，建议以后还是回家养鸡算了。你们竟然让一个样貌丑的女人来羞辱老夫！臭老头，讲题便讲题，说我容貌干什么？是不是比不过，故意想转移话题啊？冉清霜，你给我闭嘴！诸葛先生可是才华横溢之人，可不是你一个女子可以调戏的。哼！是啊，三弟妹，其实你没有必要抛头露面出风头。若是你把答案告诉三弟，还能为你夫君赢得风头。三皇帝，这是不好意思啊。大皇兄此言差矣，弟妹一直戴着面纱，根本就不曾抛头露面呢。哼，狗皇帝养出3个白儿，好得很。这个云国真是迟早了。你们就是这么对待比试成功的功臣的吗？功臣，露出你的丑脸给大家瞧瞧，看你还怎么出风头。啊！等会儿再教训你这个不懂规矩的贱婢！殿下，殿下，你看他，殿下。哎，行了，别闹了，等会儿回府里好好再给皇子妃赔礼道歉。诸葛先生，我以为答题不需要靠容貌，现在我连答2题，你这天下第一数算师的名头是不是该归我了？你，又或者你还是不服气，不够出糗的？本王支持三皇子妃，像这种沽名钓誉又输不起的老东西就不配在这儿。你们，来人，把诸葛先生给我拉下去，好好医治，不然死在我们大云国，我们大云国可背不起伤害名士的罪责。方才诸葛先生对皇子妃的确有些唐突，下官向皇子妃赔个不是。皇子妃的舞蹈精妙绝伦，2道难题都是由你解答，所以这宝珠当然是要给您了。这可是国宝啊！大人，这是何意？红粉赠佳人，宝剑赠英雄。这宝珠当然也要送给与他智慧相匹配的人。至于纳贡问题，皇上，以后咱们再好好谈谈，您觉得呢？他这是在用15年前的事威胁朕。
三皇子妃真是巾帼英雄，外臣实在是仰慕，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多和你切磋。敢占老娘便宜，等着瞧！哼！事端离京之前，记得提醒本王送他们一份大礼。是，属下遵命。王爷这是要帮三皇子妃出头啊？该不会我们真要有女主人了吧？哼！哎，青霜，你的容貌是何时恢复的？好好说话，别动手动脚行吗？我跟你很熟吗？回答我的问题。与你无关，皇帝召集召见我呢，别挡路。那你是要去提修夫的事儿？不然呢？我巴不得现在就踹了。殿下，姐姐，妾身知道错了，妾身不是故意的。青霜，你看，他刚刚的确不是故意的。恢复之后，你想怎么处置他出气都行。现在别闹了，好不好？殿下。我管他是有心还是无心的，反正我臭定你了，修复一事势在必得。展青霜，本皇子已经向你低头了。哟，好像说的你给我低头是多大的恩惠似的。住手！然是，别让皇上久等。多谢王爷提醒。哼。江行之，你和冉青霜早就勾搭在一起了，对不对？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本王与他不早不晚。风霜外守一方，剑刃掩盖你柔肠，映霞光。今日你以聪明才智力敌北岩的刁难，为我大云赢下了颜面，先前又救了太后，于情于理，朕都要奖励你。皇上圣明。至于这颗宝珠，陛下，这可是使臣给臣女的，在大殿上你也首肯了的，君无戏言啊。皇上何必和一个小丫头抢东西呢？说谁小丫头呢？冉氏是三皇子妃，你这是什么称呼？臣是他们的长辈，也是他们的皇叔，这样的称呼有何不妥呀？冉氏是你的侄媳妇，相处之间不要忘了礼义廉耻。臣记得的何止礼义廉耻呀，还有孝悌忠信。皇上，臣与边关守军一枪终日，你为何要置臣等于死地？不是朕，修言，朕没有做。忠义，你功高震主，威胁朕，还敢说忠义？也不确定自己代表了光明。他越来越像那个人了。江行之，你在教朕做事吗？江行之，你这是在教朕做事吗？皇帝怎么突然就发火了？臣不敢。皇上，还是先处理冉氏修夫的事吧。修复之事不可，但朕准许你们和离。来人，传朕旨意，
终于闪掉夏侯峰那个渣男了。三皇子本敢是何离？长城无涯，抚千古为友，看穿了落花，走莫开作若山崩塌，之后略渺声，散成一片沙。你走了心头月闪了星河淹没，百丈野花怒放在整个琼楼，莫让我转身回首，是你。多谢皇上，皇上圣明。就这么开心啊？那当然了，包办婚姻最讨厌，和不喜欢的人绑在一起过日子，简直比坐牢还难受。唉，恢复自由身真是太开心了。当然啦，也要谢谢王爷的帮忙。哦，那本王倒是希望你来点实际的感谢，比如你先前说的以身相许。清爽，这些银票和首饰是哀家的心意，也是你和离后绑身的底气。太后的恩情，清霜没齿难忘。你不怨哀家当初的指婚就好，不过你放心，哀家下次会擦亮眼睛，一定给你挑个好夫婿。还来？可别了吧！太后娘娘，您身体不好，还是不要操心了。而且俗话说得好，智者不入爱河，建设美丽云国。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我终成富婆。你这丫头真是哀家的开心果儿。哎，行之那孩子就想钻到钱眼里去了，只想着他的店铺经营。哎，怪不得你俩挺谈得来的。何止是谈得来啊！哀家觉得行之那孩子对你还是挺特殊的。我可是知恩图报的，可惜不能以身相许。王爷，你觉得怎么样？这事也不是不可以。本王倒是希望你来点实际的感谢，比如你先前说的以身相许。他突然变得这么主动，我还有点不适应了。不会真要我以身相许吧？娘娘啊，小姐，都已经准备好了。嫁妆少也有好处嘛，拎包就走。青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若是你愿意，我们现在就去找父皇，求他收回成命。夏侯峰，君无戏言这4个字你没听过啊？圣旨啊，你都看不上。青霜，之前嘉儿的事情是我对不起你，我其实只是担心你身体里的余毒未解，怕你不能生育。我想等嘉儿生下世子后再过继到你的名下，这不会影响到你的正妃之位啊。什么余毒未解？什么不能生育？我看就是脸好了，你见色起意。你别闹了行不行？之前确实是我对你不闻不问，可是全京城的人都知道我娶了个丑女，嘲笑我。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没想过。我不管。之前你还有被别人嘲笑，现在脸好了就想一脚踹开我。冉青霜，我告诉你，你休想！你放开！放开！你可以入梦了。话说，这可是皇宫，不是你的寝宫。哦，本王还以为这座皇宫已经属于三皇子了，可以在宫门口尽情撒野。
强抢民女，丝毫不留皇家颜面。我只是来接我的皇子妃回家。这儿已经没有三皇子妃，只有医术高明的冉姑娘。盛开吧，开吧，开吧，让我清晰的思念吧。从初见能够爱到最后一秒也足够吧。遇见的，如果是我们彼此最好的。王爷，我去备车。多谢王爷解围，我真没想到夏侯风的脸皮能这么好。谢这个字，本王已经听腻了，来点实际的。他真要我以身相许吗？古人不是对和离下堂什么的很在意吗？那我再给王爷写几份药膳的菜谱，或者我帮王爷府上的人诊断，怎么样？就这儿？我才刚刚和离，没身份没地位的，没东西可以给王爷涂的。若本王要是说涂的是你这个人呢？若是爱值得奋不顾身，那一诺可否能抵永恒？如果我说没有当初那一晚，王爷还会说出刚刚的话吗？这件事没有如果。要是我一定问一个如果呢？我就知道，对于传统的古代男人而言，睡过就等于他的所有物，而不是出于喜欢。王爷不用纠结了，刚刚的话就当我没说过。我冉清霜这辈子只会和我喜欢的人结婚。小姐，小姐，你是不是和成郡王吵架了？没有，这怎么可能？我哪里敢？无论是和离前还是和离后，王爷都对小姐特别好。刚才要不是他出手，三皇子不知道还要纠缠您到什么时候。咱们可不能忘恩负义的。我知道他对我好。王爷这么喜欢小姐，那小姐以后是不是会和王爷？你觉得他喜欢我？那当然啊，王爷可是全京城出了名的难以接近，冷心冷情。除了太后娘娘，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对谁这般掏心掏肺的好。可不是嘛，王爷最近的样子也让我大开眼界。请喝茶。婶婶大人大驾光临，真令寒舍蓬荜生辉呀！老爷，老爷，不好了！宫里刚刚传来旨意，皇上已经恩准咱家小姐和三皇子和离了。什么？这个逆女，她怎么能做出这么丢人现眼的事啊？这，哎呀！既然如此，本官特向冉大人求娶冉姑娘，不知道意下如何呀？哎，站住！罗大人，这就是小女了。怎么现在才回来？还不快过来拜见罗大人？知不知道罗大人等你多久了？罗大人不是北燕国的使臣吗？怎么有空到这种芝麻小官的家里来了？本官仰慕冉姑娘啊。切，
还想占我便宜？怎么，上次的苦还没吃够吗？敢占老娘便宜，等着瞧！这样重合起来，搞笑啊！这吃豆腐，还跑腿呢，我是真有意思。这是你干的？嘿，过来！你干嘛？你怎么跟罗大人这样说话呢？你放开！现在有人要你的下堂父就不错了，还在这挑三拣四，什么意思啊？是要谁？这，本官仰慕冉姑娘，今日特地前来，就是为了迎娶冉姑娘。切！无耻！哎，我们北岩民风虽然开放，不介意女子合礼，但本官家中已有一妻三妾，只能委屈冉姑娘做第四房姨娘了。听到没？罗大人并没有在乎你的过往。你闭嘴！我是你爹，你敢这么跟你爹说话？像你这种卖女求荣的人，根本不配做我爹。好了，还不赶快把本官的四姨娘请回去！是。不要！你干什么？看我，小姐！哎，你给我起来，松开！叔爷，小姐，去，早这么听话不就好了吗？都说虎毒害不食子，像你这样的根本就不是人。都怪你这个逆女自己不争气呀！这皇家媳妇你都不珍惜，我冉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我告诉你，若你还认我这个爹，你就赶紧收拾收拾，跟罗大人回北岩去。谁要认你这种人当爹啊？海贤府的直接凶手虽是赵家儿，但你和夏黄风都是帮凶。好，算了，罗大人，我这逆女，我实在是管教不了。罗大人，你赶紧把她给我带走吧。去，走吧，四姨娘。走。走吧，四姨娘啊！你怎么来了？怎么，本王来得太快了，坏了你的好姻缘？你说什么呢？我疯了才是给别人做小妾。成郡王，本官讨小老婆，与你有何相干？嘿！冉氏是个下堂妇吧？我看上她是她的福气。只要本王在这儿，你休想碰他一根手指！给我滚！冉氏，你可收了本官的宝珠，拿了本官的东西却翻脸不认人呢？这是我堂堂正正当着所有人的面赢过来的，我拿得问心无愧。况且，那不是你们国家的国宝吗？什么时候成你的东西了？还被你拿来当聘礼啦？一国的使臣前来朝贡，却拿自己的国宝借花献佛，那下次怕不是要出卖自己的国家？成郡王不敢当啊！比起成郡王踩着父母与5万将士战死边疆来换取荣华富贵，我还是差了点儿。你原来他亲生父母都不在了，怪不得他身上总是透出一股阴郁的感觉。你说什么？那罗大人该庆幸，15年后不是本王主持纳贡会谈，否则我必让你们北岩国举国割地赔偿，百姓通通为奴为吃。
成郡王好大口气！那咱们走着瞧，走！哎，罗大人，罗。你个逆女，真不让人省心呐！你，呀！王爷，冉大人刚刚坚持要把自己的女儿送给别国使臣做妾，本王是否可以认定，你是打算私通北颜，出卖我大允？啊，王爷，王爷，冤枉啊，王爷！下官只是担心女儿的未来，怎么敢做这种大逆不道之事啊？像你这种出卖女儿往上爬的人，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你这个逆女！别骂了，言来倒去就这么几个词，还不滚！啊，是。王爷怎么来了？回天香楼，路过。当我还是刚传来的时候嘛，皇宫到天香楼根本不会路过冉家，好吧？啊，总之今天多亏了王爷了。你现在跟我连个谢字都不说了，还不是怕你又说什么以身相许？你是怕本王对你说以身相许吗？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或许是心意相通吧。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有多撩啊？让本王说出。才不是，反正事情都已经解决了，恭送王爷。怎么回事？王爷，你受伤了？王爷，你怎么了？有马车没？赶紧回天香楼。是。这逆女难道和成郡王好上了？哎呀，这要是能当上王妃，这可比远嫁当妾强多了。王爷，你醒啦？一报还一报，你刚刚救了本王，以身相许的事儿，你不用担心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和我开玩笑啊？这怎么像个孩子一样？王爷，你实在是太粗心了。明明有胃病，却还敢乱吃东西，难道没有听过胃疼不是病，疼起来是真要命吗？王爷来探望太后倒是勤快。哼，时隔这么多年，是不是真把这女人当亲人？嬷嬷，这是在宫中，慎言。王爷，我们这么多年的筹谋，为了什么？江家的血海深仇，还有那5万将士的性命。你放心，本王从不敢忘。是吗？我看您是沉迷于温柔乡，无法自拔了吧？你想做什么？我们的事情与他无关。只要他不打扰我，我也不会动的。哼！你是说本王乱吃了东西？那当然了，我是大夫，我诊的脉肯定是准的。我一会儿啊，写个方子，让林少照着去拿药。王爷，你这个胃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除了我给你开的这个药，每天早晚各喝1次，剩下的一定要慢慢温养。不用吃药，这等小病，熬一熬就过去了。本王不吃药。为什么？你别因为这个就拿身体跟我怄气啊！哼，
你要不提这个，本王就差点忘了。但本王说不用，就不用。王爷，你该不会怕苦吧？我怎么可能？哼，这是甜的，我加了蜂蜜，一点儿都不苦。本王不是小孩。是，王爷不是小孩，成年人怕苦也很正常，爱吃甜食也很正常。这个甜汤的做法，我写了一份给林侍卫。以后啊，你就照着这个方法，每天喝1次，慢慢的把你的胃病给养回来。那既然是这样，不如你留下来亲自照顾我。王爷，你怎么说这话说的这么顺溜？一点都看不出是个至今未娶的人。从前未娶，那是因为本王没有等到志同道合的女子。那我和王爷就算是志同道合了。你在我心口月下了星河淹没，我在说什么啊？烟花怒放在深刻。你觉得呢？我和他之间哪有什么志同啊？等会儿，他怎么会觉得睡过就算吧？我不知道啊。王爷，你这是干嘛？从来酿酒的人，分外清醒独山其水。我们之间更亲密的事都做过，你还问本王？王爷，老莫他，王爷，老莫他回来了。滚！得嘞，哎，等我。明日是新一轮的纳贡会谈，本王想让罗清扬躺着进宫。明白。我怎么心跳的这么快？活了2辈子，第一次因为一个男人这么不对劲。王爷这么喜欢小姐，那小姐是不是会和王爷？他真的喜欢我？可是这一切的开始都是因为误会。要是有天他知道了真相，那该怎么办？怎么样，女儿？那王爷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收了你啊？你还真是一个屡教不改的废物，就知道怎么出卖女儿谋取利益是吗？你自行下层，丢尽了我冉家人的脸，到时候我在同僚面前我还有面子吗？你就这么在意你的面子？那好，明日我们就去衙门写一份断绝父女的文书，以后我们互不相干。你可真是反了天了！怎么不敢了？这丫头怎么经过一次下堂就性情大变？以前让她往东不敢往西，现在居然敢提断绝关系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也不至于这么决绝嘛。至于，我一刻都不想跟你这种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说呀，小姐有什么吩咐？收拾东西，咱们走。是。哎，你这不是胡闹吗？你这么晚你上哪去啊你往哪儿搬呢你？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给我出去！别出去！这个你，出去！你，哎呀！
小姐，天已经快黑了。反正咱们有的是钱，先找间客栈住，明天再做个铺面。啊，铺面？对啊，凭我这一手艺术，开个医馆，悬壶济世，多好啊！救命！救命啊！啊！小姐，别怕，小姐，我连刺客我都害死。刚刚那个小姐姐也太酷了，天降正义惩罚这个猥琐男。小姐，要不然我们还是先去找成郡王求助吧，在天香楼里过一夜，总比在客栈里安全。早上我们俩的相处也太尴尬，哪敢再去见他呀？走吧，小姐。少爷，那个废物已经教训过了，这几日他都会躺在床上。江行之身边居然有女人，干得好，宫中也即将收网，你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莫阳，先回道观里去吧。是。他俩在干嘛？这个女人到底是谁？自从长大后，已经好久没这样抱过少爷，方才唐突，请少爷恕罪。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到时我们便能回归曾经的生活，像儿时那样相处。嗯。小姐，你怎么还在发呆？有人都要把王爷抢走了！别瞎说。别躲了，本王已经看到你们了。你这算是离家出走吗？无论原主还是我，对我们俩人来说，那都不叫家。要不要那个家无所谓，只有自己才是永远的依靠。本王说过，你可以依靠本王。对我负责，还和别的女人搂搂抱抱。不用了，多谢王爷收留一把。明天我就和舒月去找个铺面。你干嘛？突然翻脸不认人，本王以为你发烧说胡话呢。没有的事儿。今天已经很晚了，我要洗漱睡觉了。王爷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心口热上了星河眼眸，百盏烟花放在整个琼楼。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把话说清楚，什么叫不用本王负责？因为我高攀不上王爷了。这么说不行吗？这都哪跟哪啊？王爷明明有共同作战的青梅竹马，却说没有志同道合的女人，你就不怕人家姑娘心寒吗？青梅竹马，你说的是
莫阳，我又不知道人家叫什么，王爷说什么就是什么了。本王怎么闻到好大一股醋呢？谁吃醋了？等会儿，我吃醋了，所以我喜欢他。要不是吃醋，你干嘛那么在意刚刚莫阳抱我？是啊，美人在怀，王爷岂不是心里美滋滋啊？确实挺。我说的又不是现在。本王只感觉到现在。莫阳的父亲，当年与我爹娘一同战死在边关。他和林少都是我一同长大的手足兄弟。那你们这对兄弟还真是亲密。莫阳小时候和男孩没什么两样，而且武艺高强，好几次把林少按在地上打得哇哇哭。所以呢，他真的是我身边很重要的帮手。啊，刚刚去处置那个罗清扬，就是他去做的。我看到了。啊，你看到了？不小心看到的。你打他是因为……因为他出言侮辱我爹娘，还因为他侮辱了你。我也算万种风情，是非两人，谁能有幸错付终身？最先动情的人，我去离人伦，为人臣。我爱你苍凉双眼，明月星辰，不远万里口如心门。谢谢你替我出气。孤僻的唇，摘获了你首肯。你笑什么？小姐和王爷和好啦，我为小姐开心呀。就你管得多。王爷这么喜欢小姐，以后小姐就会成为王妃，我就是王妃身边的大丫鬟，多威风啊！不过好像他没说过喜欢，我也没对他说过。怎么早餐还没吃完？细嚼慢咽对身体好，王爷呀，就是因为这点没做好，所以才会弄出胃病。那好，以后做饭都由你来做，本王必会细嚼慢咽。王爷这是把我当厨子啊？那先前你不是说本王的胃除了吃药以外，还要温养的吗？除了你亲自动手，谁还能做出你想要的效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这里隔壁就是天香楼，说不是故意的，谁信啊？怎么，不满意啊？不，这怎么会呢？就是这地段太好了点儿，我怕租金付不起嘛。本王手中闲置的驿馆也就这么一个了，你先开着，本王可以从中抽成。得了吧，为了把这个驿馆腾出来给冉姑娘，您不是特地让原本的掌柜搬去京城另一边的富人区了吗？那行，我就在这行医啦，绝不会让王爷亏本的。小姐，咱们都开业好几天了，都没来几个病人，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万事开头难嘛，咱们只要把口碑做出去，就不怕病人不会来啊。请进。
客官是生病还是受伤啊？冉青霜，离开王府后，你竟沦落到要抛头露面做生意的吗？哼！夏侯峰，你要是想看病的话就留着，不看病的话就马上滚，别脏了我这块地行不行？别发那么大火嘛！哎，萧行之呢？他不是最维护你吗？怎么舍得让你抛头露面呢？老婆，我发现你这个人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本皇子这是在关心你，你一个和离之身，难道还会有别的男人要你？哼！你要是真落魄了，念在你我夫妻义上，本皇子可以给你一个侧妃，哦不，侍妾之位，免得你饿死街头。今天还真是开门不易，不但放了一只疯狗精，还是一只裹了小脑的疯狗。舒月，抄家伙，咱们给他打出去！你敢骂我？嘿，嘿，嘿，打你！哎呀，住手！冉青霜，你再打本皇子，一定让你后悔。我现在不打，我今天就会后悔。不许再来！你这个泼妇！三皇子与狗不得入内，我今天就去表请。你给本皇子等着！皇叔。虽说你一手医术出神入化，但你这手字可是够丑的。那就不沾了呗。没关系，本王给你写一张。签！我现在就想要浆糊，沾的肯定了。好，好的很，江神之，你最好别落在我手里。哼！景霜如今深得太后宠信，又有一手好医术，将来必能帮本宫争夺太子之位。可他如今却和江行之厮混在一起，都是你！当初的挑拨，让本皇子和冉青霜离了心。殿下，妾身肚子疼。她不过是一个下堂妇，除了本宫，还有谁会要她？你且看着，用不了几日，她就会吃不了苦，回来找本宫求和。哼！吃醋了？妾身不敢，妾身只是觉得自己没用，无法帮到殿下。你现在只需要好好养胎，给本王生个儿子，增加夺嫡筹码。妾身明白。冉青霜，我本想放过你，可你还勾着殿下不放，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哇，皇上和太后的赏赐好多呀！可是小姐，咱们已经有医馆了，为什么还要动用这笔钱呢？因为啊，我
我要拿它们去采购点东西。这要是全都做成首饰卖掉，别说医馆了，小姐都可以直接买下一条街了。首饰算什么？我要拿它做出更宝贝的东西。舒月，去帮我请城里最好的玉器师傅来。是。哎，照这个图纸打磨，能明白我意思吧？姑娘，这么好的水晶，偏得磨成片，这简直是糟蹋呀！我就想做个望远镜，怎么叫糟蹋？磨不了就磨不了，别耽误彼此时间。冉清霜，你竟敢毁损御赐之物，你就等着被抓起来砍头吧！我磨我自己的东西，关你什么事啊？管这么宽，你家住海边啊？不住。哼！冉清霜，你少打岔。小姐，大人们来了。大人，这匣子里装的就是御赐的西南贡品白水晶。冉氏找匠人打磨白水晶，简直是藐视皇上。我看他就是想造反。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就是想打个东西而已。哎呀，大人饶命啊！小人一点都不知情，而且小人也没答应他，请大人明察。此案关系重大，本官也不好轻易下结论。咱们还是直接去见皇上，请皇上定夺，把他带走。撒手！我自己会走。冉清霜，谁让你和离了还勾引殿下？这次一定让你小命不保。冉氏，你真是好大的胆子，竟敢拿朕御赐之物胡作非为！冤枉啊！我真的没有毁损，我只是想拿白水晶做一些有用的东西。放肆！你当朕蠢吗？要不是我不记得怎么做玻璃，我至于用白水晶来磨镜片吗？可惜现在没个成品，没法证明我说的是对的。这价值连城的白水晶，宫中原本就只有3匣。父皇看在你救治太后的份上，赏了你一下。如果你将它雕成首饰也就算了，可你却将它打磨毁损，简直是暴殄天物。夏侯芳，是你故意陷害我，对吗？毁损御赐之物本就是死罪，本皇子怎敢拿这种事乱来？哼！倒是你，冉氏，离了本王，你还真是不行了呀！竟然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父皇，冉氏虽然罪无可恕，可她毕竟曾是儿臣的皇子妃，还请父皇看在儿臣的面子上，对冉氏从轻发落。嘉儿这次竟然抓住冉清霜这么大的把柄，本皇子十分欣慰。妾身只是想为殿下分忧，摊上这么大的罪名，冉姐姐只能向殿下求助了。好，嘉儿的心意，本皇子心领了。冉氏，你还不认罪？冉氏，你还不认罪？你好好想清楚了再回话，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闭嘴！放肆！一介下堂妇，你只是一个村妇，你竟然敢这么跟本皇子说话！有本王在这儿，有你指手画脚的份。皇叔还真是品味独特，竟然对这样一个下堂妇如此穷追不舍。皇上，打磨白水晶之事，臣让他做的。王爷，不该咱们背的黑锅可别随便背啊！你什么意思啊？义弟，你还真是维护冉氏啊！臣维护的是公道，维护的是正义。哼！
这是臣让冉氏备份的图纸，把2块白水晶打磨成镜片，放入这铜筒之中，便有神奇的效果。父皇，这都是皇叔的一面之词。那三皇子的意思是，只要我将镜片磨成，并且证明其功效，你们就不再胡搅蛮缠了，是吗？皇上，要定罪，也得给人自证清白的机会，您觉得呢？父皇，那好，让工部的人拿工具来，朕倒要看看你究竟能磨出什么东西。就这，哼！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本王不知道的？哼！镜片磨好了，现在没有铜筒，暂时用这个东西凑合一下。镜片装进去，叠加起来看，保证让你们大吃一惊。就这，还真是让本皇子大吃一惊啊！这里面什么也看不见。哼！父皇，您请看。哼，什么都没有。父皇，冉氏不仅损毁御赐之物，还犯了欺君之罪，还请父皇明察秋毫，主持公道啊！你这分明就……闭嘴！本皇子虽然跟你有几个月的夫妻之情，但你犯的事太多了，本皇子也保不住你。来人，拿下去！慢着！那又如何？本王要的就是这个效果。那又如何？本王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没事啊，已经很棒了，别怕，到时候啊，再找个工匠，重新帮你磨水晶。他居然以为是我的问题，不过这样还愿意维护我，江行之，谢谢你。像三皇子这样没见识，就只会咋咋呼呼的指责别人。你说什么？你……闭上一只眼，往里面看。啊，这里。管你干什么？白水晶很贵的，别摔坏了。这拿来给朕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
这大云国的卫兵仿佛都站在朕的跟前，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回皇上，这是望远镜，能够看到更远地方的东西。哦，望远镜。此物要是用在军队之中，那无异于让我大云将士装上了千里眼。而且单个的镜片拆下来还有放大的作用，对于老年人视力不好是非常实用的。哦，夏侯峰，堂堂三皇子，却如此鼠目寸光，没有主见，差点失去一件利国利民的神器，还差点害死了这么一位能工巧匠。如果真要追究起来，你这无异于是祸国殃民，该被问罪的应该是你。如果真要追究起来，你这无异于是祸国殃民，该被问罪的应该是你。不，我没有，父皇。朕说过不要拿这些事来烦朕，滚！父皇，儿臣告退。走。陛下，您若是喜欢此物，这第一件就进献给您。义弟，拿个半成品来糊弄朕吗？臣不敢。虽然这个望远镜有用，但白水晶珍贵，下不为例。臣女告退。告退。贱人！本皇子已经和冉氏和离了，你居然还能嫉妒他，甚至拿本皇子当枪使陷害冉氏，你这个贱人才背杆砍头！不，殿下，其实都是为了你呀！哼！殿下，救救我们的孩子！殿下！贱人，死了也活该！求你，殿下！真是晦气，病人都没治几个，还差点被坑进了大牢。就是，那次衙里过来抓人，把病人吓跑，现在都没有什么人敢来看病了。以后王爷府定期的侍卫问诊，本王就打算交给你们杏林春了，这样你们的病人来源就会稳定很多。你觉得如何啊？王爷你来啦！假如你真的愿意把这单生意给我，那真是帮了我大忙了。本王说到做到。还有昨晚你说的，要把那个镜子拆下来啊，然后可以放在……就是这些图纸，你让工部的匠师照着磨就行了。你也不问本王为什么要做？王爷帮了我这么多，我送王爷一点白水晶又怎么了？至于你是给自己用还是给别人用吗？那就听凭王爷安排了。那些是做什么的？那是我要做的止咳糖胶，现在换季，好多人都会感染风寒咳嗽，就我做的这种可以广泛针对大众啊。甚好，还挺有经商头脑。那当然。老奴拜见郡王冉姑娘。让我进宫给皇上看病，太后娘娘是怎么想的？皇上呀，头风越发严重了，现在居然开始张贴皇榜求神问卜。
太后就觉得呀，这事不太好。再说了，之前冉姑娘啊，曾用按摩之法缓解了皇上的病痛。所以呀，想请姑娘进宫一趟。那个皇帝看着就心眼毒，恐怕他这个头疼也是自找的。可我已经不是皇家女眷了，进出宫恐怕不太方便吧。可我已经不是皇家女眷了，进出宫恐怕不太方便吧。这是太后娘娘的令牌，见令牌如见太后。姑娘啊，你有了它，进出宫门就畅通无阻。更何况郡王能带你进宫。那我且慢，龙体安康不是小事，让本王再斟酌斟酌。正因为不是小事，所以太后不希望皇上用那些鬼神之术。冉姑娘，你若是能治好皇上，那可是大功一件，以后呀再嫁也是一份无形的嫁妆呢。李嬷嬷，你最后一句话说的不对，医者仁心，我会尽我所能的去救治病人，与再婚与否无关。更何况，什么？更何况我只会嫁喜欢我也喜欢的人。哈。王爷，您怎么来了？本王来不得。不，只是皇上现在情况不太稳定，除了太后和周院士，其他人是不得靠近的。不过冉姑娘是我们请来的大夫，她是可以进的。那我先走了，多谢王爷送我。既然本王进不得寝殿，那本王在外候着，劳烦李嬷嬷好好照顾冉姑娘。是。怎么感觉他们俩之间的气氛怪怪的？怎么样，清爽？皇上的病情你怎么看？我和周院士的结论一样，皇上主要是心病，除了吃药，还要自己想办法排解。排解？那如何排解啊？按这种病情，最好是找心理咨询师1对1咨询。可惜我学的是中西医结合，无能为力呀。皇上心里总说不出口的事情，久而久之，这些事情积在心里就会变成心病，需要把它们都说出来，这个病啊才有机会治愈。胡言乱语！说，你是不是和江行之是一伙的？是不是都巴不得朕死？说呀！你青阳真人果真厉害，有您在这儿，父皇的病症就不成问题了。你，皇祖母，这是我请来的世外高人青阳真人，以后父皇的病症就交给他来处理。真的行吗？若太后娘娘真想救皇上，就按照贫道的吩咐，除了皇上常见的这位太医，不要再让任何外人来打扰，不然出了任何差池，贫道也无力回天。这个道姑难道认识我？感觉她有点眼熟，可是她看我的眼神怎么这么凶啊？听到了吗？父皇不能受外人打扰，快把这个外人给我轰出去！不需要，我自己会走。这清霜，这是何物啊？哎
哀家尝尝。哀家从来未吃过这么特别又美味的东西，竟然如此开胃。母后，这是清霜用药材做的药膳，在儿臣的天香楼里卖得很好。皇帝这次呀，病来得太急了，哀家担心的好几天没吃下饭。哎呀，清霜的药膳真是帮了哀家的大忙。那这样，我出宫之前呢，给慈宁宫的小厨房留几份菜谱，请太后娘娘一定要保重身体啊。幸亏呀，李嬷嬷提醒哀家说，清霜也有医术，还用按摩帮皇帝解过头痛。哀家这才想起来选清霜入宫的，不然哀家今日又得饿肚子了。竟然是他故意设计。母后，儿臣去取一些药酒过来。好啊。王爷看来忘了老身先前说的话，忘了江家的血海深仇，只顾着沉迷温柔香了。本王从来没有耽误过正事，一切计划都在有条不紊的推进。倒是你，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去陷害一个无辜之人入局。哼，让清霜狐媚惑主，怎么会无辜？放肆！这是我对你的最后一次警告。若是再对他出手，别怪本王不念旧情。您是生病还是受伤？皇祖母，这是我请来的世外高人青阳真人，以后父皇的病症就交给他来处理。是你？冉大夫连皇上的病都治不好，想不到还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馆。夏侯峰真是不死心，自己没占到便宜，又派他手下的马仔来找不痛快。我说这位道姑，你要是有病呢，就来咱们这儿慢慢治；没病呢，就请出门左转。啊，还挺伶牙俐齿。你就是用这张嘴，让他对你死心塌地的？晦气！谁稀罕他的死心塌地？赶紧走，赶紧走！你，好，很好，你等着。哼。还落了一句台词，我一定会回来的。唉。少爷叫我过来，有什么事？你去找清霜麻烦了。少爷找我过来是有什么事？你去找清霜麻烦了。我就是想看看，能让少爷训斥我娘的冉姑娘，究竟是何方神手。你现在刚取得皇帝父子的信任，就因为这点小事随意出宫？那个女人亲口说不稀罕你，就是为了你的权势。少爷，你清醒一点。够了！本王的私事还轮不到你来管。若再随意扰乱计划，你就带着李嬷嬷回乡下养老。那女人到底有什么好？我一定要让少爷清醒过来。该死！为什么我还是忘不掉这个女人？若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若是她的容貌还没有恢复，或许我们就不会走到这步田地。若贫道没有看错，这位女子应该是那日宫中所见的女大夫。
县长，请坐。县长好眼力，他曾是本皇子的皇子妃，可他却将一身医术藏拙，还嫉妒本皇子府中的姨娘，非要闹到父皇面前，还坚决与本皇子和离。可贫道看三殿下的样子，似乎还对这位女大夫情根深重。县长，可否帮本皇子再想想办法？只要冉清霜能回到本皇子身边，本皇子绝对不会再负恼。只要冉清霜能回到本皇子身边，本皇子绝对不会再负恼。冉清霜，你也配待在少爷身边？赶紧和这个蠢货三皇子相亲相爱一辈子去吧。若殿下想达成所愿，不该来问贫道。那我该找谁？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如今他下堂在家，自然该由父亲主持婚事。他以断绝关系为威胁，已经搬出了冉家，现在自己开着医馆谋生，那冉辉哪儿管得住他呀？贫道言尽于此。凭殿下的一腔深情和聪明才智，定能打动这位女大夫。哎，本皇子刚刚说的话，你都明白了吗？明白，下官非常明白。不过，成郡王的天香楼就在那医馆的隔壁，这万一要被他发现，这你不用担心，本王自有办法。三皇子放心，下官就算是绑，也会把他绑回来送到殿下的身边。等本皇子入主东宫，户部尚书之位，非你莫属。多谢殿下抬爱，多谢殿下，多谢殿下。冉清霜，你注定是本皇子的人。之前说的止咳糖浆我已经熬出来了，近来感染风寒的人挺多的。我今日进宫看太后娘娘也有点咳嗽，等会殿下进宫的时候，帮我给太后娘娘也带一些。就没有本王的份儿吗？哪有人盼着自己得病的？意思就是没有准备我的份儿呗。这是我特意熬制的，加了甘蔗，所以是甜的，专门给不能吃苦的小孩。好，算你有心了。就这么一句话，没有什么别的奖励吗？你这个小财迷啊，这天香楼菜谱的分红还不够你的吗？你要是当了天香楼的女主人，以后想要什么奖励，就自己给自己吧。本王刚说的话，好好考虑考虑。你从我心头惹闪了星河眼眸，拍上烟花怒放在整个琼楼，莫让我转身回首着你走。小姐，今天发生什么好事了？我看小姐的脸都快笑成一朵花了。我哪有啊？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来了？哎呀，乖女儿，还在闹为父的脾气呢，别闹了，赶紧跟为父回家吧！啊，跟你回去再被你骂一次吗？赶紧走，我的医馆不欢迎你！你这逆女，你可真是冥顽不灵啊你！大小姐身体不适，还不快赶紧扶回府去！是。小姐，
小姐，你们别碰小姐！舒月，王爷，今日是那狗皇帝传诏进宫，怎么反倒是您先头疼起来了？这太阳穴一直在跳，总觉得有些不安宁。经过我们今年累月的逐步下药，这夏侯爷的病情已经加重，这莫阳也顺利潜入了宫中，一切都按我们的计划走。王爷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我也说不出来，希望无事吧。你要干什么？你这个混蛋！你给我乖乖的待在这儿，待会儿你就知道了。这是什么地方？必须得想个办法。刚刚那团阳是什么东西？我怎么使不上力气？不是说皇帝醒了单独传诏吗？怎么3个皇子都在这儿？皇叔来的不巧，父皇刚又昏迷过去。太后，皇上情况怎么样？经过道长的几次做法，皇上的头痛确实好了很多，可是他的心魔好像更厉害了。既然如此，那本王……既然如此，那本王……臣给皇上请安，问候皇上龙体安康。抓起来，杀了这个反贼！皇叔，这可是父王口谕，得罪皇叔了。哎呀，你这孩子胡说什么呢？这儿只有行至，哪有什么反贼呀？什么？他不是江修燕？哎呀，你这孩子又说胡话！朱武侯夫妇15年前已经为国捐躯，他们的儿子行至如今继承他们的衣钵，继续为国效力呢。是吗？那让他去边关。皇上今日精力已经耗尽了，各位还是请回吧。皇叔，真是好福气啊！父皇醒来了，连我们兄弟几个都没交代什么，倒是把皇叔您的前程给安排好了。皇叔还不赶紧谢恩？皇叔还不赶紧谢恩？皇上已经病糊涂了，行止，你别把他的话放在心上。你从未习过兵法武功，你去边关干什么？是，儿臣明白。
儿臣先行告退。最近风寒盛行，您多注意保重身体。特意熬制的止咳汤浆。好，你们俩有心了。萧行之，你装什么孝子？你这个半路收养的贱种，永远比不过我们这几个真正的龙子龙孙。王爷，王爷，刚刚公布的人把您上次订的东西送来了，属下刚刚忍不住打开看了一下，可真神奇啊！都是青霜给我的启发。先去医馆，本王想让他看看这宝贝。好。奇怪，这皇帝看起来病得没那么重，干嘛要传您特意入宫啊？快去看看。舒月，舒月，舒月，你怎么了？快救我家小姐！她怎么了？小姐被老爷带走了。林少，去冉家。是。青霜，几日不见，你变得更美了。夏侯峰，你放开我！本皇子再也不会放手了。你说当初成婚时，你有这副模样，那本皇子肯定会好好的疼你、爱你。今晚就让本皇子补你一个洞房花烛夜。臭婊子！来人！敬酒不吃，吃罚酒。王爷饶命呐！王爷饶命呐！王爷，王爷，冉府上下都翻遍了，没有找到冉姑娘的下落。王爷，我没骗你吧？我是真没见过那逆女啊！可是以冉大人微薄的俸禄，一辈子都攒不够这么多钱吧？哎呦，王爷，王爷，这下官，这，王爷，不是，这是下官，把他给我吊起来！王爷，王爷，饶命啊，王爷！把他给我吊起来！王爷，王爷，饶命啊，王爷！王爷饶命啊！王爷饶命啊！王爷！王爷，这些银票真有问题。这是城东天华钱庄发现的。这2天夏侯峰刚从里面提了钱出来，就是这些号码。这三皇子是真够蠢的，竟敢把钱存在王爷的产下。立即彻查夏侯峰在城东所有私宅。遵命。谁？怎么可能？你怎么会找到这儿？你不肯后退，眨眼间。
青霜，青霜，青霜！该死，居然敢这么对人！医生，去叫大夫过来。是。青霜，青霜，撑住，我带你回去。青霜，知不知道我是谁？江行之，江行之，清醒一点。手工纱。我们曾见过最好最美的那一束繁华。那天我不是已经……怎么还有手工纱？盛开吧，回忆的花。青霜，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别后悔。醒了？疼不疼？还有点。你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什么？你却看不见我的泪滴，等不到以后天空放晴。昨晚你的手工纱还在，可是那一晚我们不是已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不起，王爷，我不该骗你的。那天晚上你的毒是我用医术解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不起，我不该利用你，但是我那时候太想和夏侯风和离了，我才……原来那天你骗了本王，就只是为了甩掉夏侯风。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的，可是我确实不会原谅你。除非你对我负责。那我考虑考虑。你还有精力考虑？看来是昨晚本王还不够努力。一日2次，内服外敷，不出5日便能痊愈。多谢县长赐药，本皇子一定不忘县长大恩。等本皇子将来登基为帝，一定封县长为国师。是谁竟敢伤了殿下？还不是那个该死的江行之！他差点害得本皇子断子绝孙。少爷为了救那个贱人，竟然连皇子都敢得罪，难道他不想复仇了吗？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殿下，皇上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可贫道多次暗示，他都不愿提及传位一事，还请殿下早做打算。县长的意思是？殿下若能继承大统，谁还敢跟您抢女人？
王爷，冉辉已经被吊了一夜，基本上已经半死不活，不会再作妖了。宫中可有新的消息？按照原本的安排，3个皇子轮流进宫侍疾，可是今日3皇子还没有进宫。本王本来不打算祸及子女，但本王现在决定，不会放过夏侯峰这个狼心狗肺的畜生。回来啦！夏侯峰那个家伙没有找你麻烦吧？怎么？你是在担心我？哎，我只是没有想到他竟然那么恶毒，居然下药。我以前真是小看他了。哎，且慢，你这是什么药？避子汤啊！你什么意思呀？不想要我的孩子？王爷，你说什么呢？昨晚我是被下了药才……那药万一对孩子不好呢？我这是对自己身体负责的表现。是，你才是大夫，比我懂这些。身体可还行？那你陪我去一个地方好不好？好啊。这是哪儿啊？也太安静了，好像一个人都没有。这是我家。你家？你不是从来都不住郡王府吗？难道这里是……没错，这是我真正的家，曾经的中武侯府。比起成郡王，踩着父母和5万将士战死边疆来换取荣华富贵，我还是差了点。你的父母是为了大云朝百姓，为了他们安居乐业而牺牲的，他们现在肯定希望你平平安安的。而且，我会一直陪着你。可他们为大云奉献了一生，最终并不是死于敌人之手，而是死于皇帝的猜疑。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你真的很聪明，一眼就能看出其中关窍。而我，如果不是李嬷嬷告诉我真相，我早已迷失在权力和富贵之中。李嬷嬷，就是太后娘娘身边那个嬷嬷。7年前，太后身边的嬷嬷去世，李嬷嬷被调到慈宁宫伺候。当时我就看她眼熟，后来才发现她是莫小伟失踪的妻子，也知道了真相。那时候你一定很绝望吧？比天塌了还难受。那你们现在是在筹谋报仇吗？当然，他为了杀我父母，不惜一切，甚至与敌人勾结。我必须为我爹娘，为无辜被牵连的5万将士讨回公道。接下来可能不会太平，我先将你送出京城，等尘埃落定后，我再接你回来。我要和你一起并肩作战。最动情是梦中那一刻，长生长漂泊，负幸福做客。年头年尾各自活，遍地又如何？春光又如何？纷纷舍不得，索性不过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该拿。反正今天来都来了，
不想让你爹娘见见我吗？爹娘，孩儿终于找到想与之共度一生的人。几次心事的洞口，吹进风里，对你细心解忧。像冬雪送火口，暖了身把手，待春来分轻舟。南船细雨和音乐邂逅，让落笔的涟漪都被赋予温柔。像一坠白酒，皎洁朝暮，更长的复仇。我的内三角在今生今世永不相逢。再看梦之风，那前程已经邂逅，别担心斗，只等连理枝结了清口。你从我心头惹闪了星河眼眸，百丈烟花怒放在深刻琼楼。莫让我转身回首，是你走我的无情斗。三角再把你影子下脚，尽数每逢余生。再看梦之风，那前程已经邂逅，别担心斗，只等连理枝结了清口。你从我心头惹闪了星河眼眸。王爷，您怎么在这儿啊？刚刚宫里传来消息，三皇子把皇上和太后都囚禁了。王爷，不好了，也联系不上老莫了，他可能也被软禁了。老莫？莫阳？他也在宫里？闪姑娘，你认识莫阳？就是在宫里装神弄鬼，糊弄夏侯峰父子的青阳真人。竟然是他！是，他自幼学过一些道法，便安排他乔装进宫，和李嬷嬷互相有照应。怎么了？尴尬了，我还以为他是夏侯峰的人，还挺伶牙俐齿。你就是用这张嘴，让他对你死心塌地的？晦气！谁稀罕他的死心塌地？赶紧走，赶紧走！你们这说的风牛马不相及的，当然会误会。怪不得他那天那么生气。等我们救他出来之后，我一定好好当面和他解释。行，以后有的是时间。至于现在，莫阳，哎，你醒了？少爷，你身上还有伤，躺下休息吧。宫中究竟发生了何事？夏侯峰为什么会害你？好一个江行之，居然在宫里藏了这么多眼线，难道他有谋反之心？还请殿下速做决断。可是仙长，有必要让你受伤吗？若非如此，如何能让成郡王信任嫔呢？好，待我登基称帝，定要封仙长为国师，还要在京城修一座最华丽的国师府。无妨，他是自己人。少爷，你果然变了。那我不会再有任何利用你们的顾虑。不知道夏侯峰受了什么刺激，先是将太后带至乾清宫和皇帝一起软禁，接着又假传圣旨，让大皇子和二皇子进了宫，把他们一起关了起来。大皇子和二皇子的事，为什么我不知道？不知道是谁走漏了消息，咱们安插在宫里的眼线被清除了大半，我偏着伤了一条胳膊，才跑了出来。你先好好养伤，
剩下的交给我们。要留下，我自己来。我是大夫，还是我帮你处理好些？你就是用这种手段勾引少爷的？是我忘记说了，当初我以为你是……老莫，冉姑娘，王爷吩咐我带你们先离开京城。情况已经这么严重了吗？朝中的大臣都知道了夏侯峰囚禁皇帝太后和2位皇子的事，呼吁王爷出来主持公道。但王爷觉得有点不对劲，所以让我带你们先走。我先回医馆取药。老莫，快起来，我带你们走。事发突然，我总觉得这颗珠子有什么问题。一旦情势不对，你就带着它去找什么？再往前走，就会有人接应我们。看你这样子，是对少爷不信任？那倒不至于，只是夏侯峰诡计多端，我怕他还有别的后手，会对江行之不利。他竟敢直呼少爷的名字，难道是少爷允许的？我看我们还是先在这休息一会儿吧。老莫，你干什么？老姑娘，夏侯峰这个废物，还要我亲手帮他。夏侯峰，你假传圣旨，谋朝篡位，还不束手就擒，就地伏法？父皇已经下了册封本皇子为太子的诏书，你们现在聚在这里，才是真正的以下犯上，谋朝篡位。怎么回事啊？到底谁这怎么可能？什么时候下的诏书啊？如果你真的堂堂正正，为何不办册封典礼？为何要把太后、还有皇上、还有其余2位皇子囚禁啊？你大逆不道，罔顾圣恩，当皇帝也轮不到你。三皇子简直罔顾人伦，江行之就非要跟本皇子过不去吗？我只是不想眼睁睁看着我大云国被一个弑父杀君的贼子窃国。还真是义正言辞啊！好啊，那你看看，这是什么？啊，他这是一柄斩这……那你看看，这是什么？夏侯峰，你若真有实力，就发兵围剿皇城，而不是拿一个女人来威胁我。本皇子就喜欢这么干。守好宫门，有人敢进来，立即放箭。是。快上来！哎呀，这可该怎么办呢？知道你会医术，所以特意用我师门的秘药。如果没有我的解药，你休想解毒恢复。你为什么要给我下药？你将少爷的真心玩弄于股掌，利用他获取利益。你这样的女人不配留在他身边。其实那天是我误会了，我以为你是夏侯峰的人，才故意那么说的。怎么会？所以能帮我解毒了吗？这好像是宫里，咱们快点，说不定还有什么能帮到江行之。与你无关，少爷因你忘记了我们的复仇大业，只有除掉你，少爷才能变回原来的样子。什么脑残发言？等会儿，他这个态度有点怪。你敢说你这样做毫无私心，只为大业吗？你什么意思？难道不是你嫉妒我能得到江行之的爱，所以才要想方设法的拆散我们吗？还真被我说中了。你住口！其实你也喜欢你们少爷，见不得别人得到他的心，所以你在我们之间制造麻烦，想要拆散我们，那又如何？少爷身上背负着我们的复仇大义，
我绝不允许你破坏这件事。不想我杀你也行，那你就乖乖嫁给夏侯峰。你有毛病吧？非得恶心我是吗？你就在这儿好好想想吧。如果你不嫁，我也有办法让你就范，让你一辈子当一个活死人。看好你们的皇子妃，若人有任何闪失，拿你们试问。是。王爷，都是属下没能及时发现不对劲，让莫阳劫走了冉姑娘，还请王爷责罚。你先起来吧。谢王爷。现在的重点不该是向你追责，而是想怎么救出清霜，拯救现有的计划。属下是真没想到莫阳会背叛我们，投入夏侯峰麾下。我也有责任，是我把他送到夏侯峰那的。王爷，北岩使臣罗清扬求见。王爷，北岩使臣罗清扬求见。大云果然无人了，一个皇子篡位，现在都没平定。成郡王，你不是挺能的吗？你说什么？本王现在没工夫和一个外臣在这吵架。得了吧，姓姜的，这些年也不是一直在找当初大云皇帝和我国联手谋害你爹娘的证据吗？我看你就是那个真正想谋权篡位的人。唉，没意思，看来还是去找那位三皇子谈谈。若是帮他坐上皇位，或许他就减免我们的纳贡啊！当初打的那顿真是轻了，就该杀了他。林少，你说他故意来这一趟，说这些的意义何在？难道他的意思是觉得王爷能当皇帝，想提前来求个减免纳贡的人情？即是说，他手中的确有当年皇帝勾结北岩的证据。我这就把他抓回来。舒月姑娘，你怎么过来了？小姐走之前说，如果他出了什么事，我就把盒子带来给王爷。他推测，里面的东西可能对王爷有用。林少，拿方娜进来。是。王爷。啊，这球里怎么会有东西？中武侯姜氏，功高震主，边关只知有姜侯，不知有皇室。想不到，我找了这么多年的证据，就在这儿。夏侯业，是你该偿命的时候了。怎么，你就这么不想看到本皇子的脸？我还不想瞎眼。好啊，那你看看这个人呢？夏侯峰，你还能做出更卑鄙的事吗？当然能。等会儿父皇会先为我们举行大婚，到时候再传位给本皇子。等到朕登基了，就会颁布第一道圣旨，诛杀反贼余孽，将行之。一会儿舒月跟我一起进宫，必须在我眼皮子底下。小姐，时候不早了，该进宫了。走。皇上，新人已到，该为他们证婚了。
慢着！慢着！你别过来！再过来，我就掐死他！你不是中毒了吗？啊，可能是我最近医术毒术见长，我也不知道怎么解。林少，在，拿下他。是。弟弟，快替朕铲除这个逆子和这个妖道。皇上，可记得这颗北炎国宝？弟弟，拿这个做什么？这是本王送给你的一份大礼。让他们都看看你这个狗皇帝的真面目。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怎么会？15年前，你以为我父亲钟武侯江修彦功高震主，令你寝食难安，为了除去这位良将，不惜出卖军旗，致使我大人被北炎突破边疆，5万战士白白死在边疆。住口！给朕住口！夏侯爷，你的所作所为已引起天怒人怨。今日，我将为我父母，还5万将士们讨回一个公道。江夏果然都是反贼，朕当初就该把你这个孽种一起杀掉。真假的呀？有这样的事情？皇上。王爷在那边。秦霜，王爷，王爷，如今大周好不容易得报，难道你就要为了一个女人和所有的将士们决裂吗？这句话，本王如数还给你们。本王从来没有因为儿女的私情忘记仇恨，秦霜更是为了本王的大业牺牲，饱受委屈。如果本王不能保他周全的话，本王也就对不起他的一腔深情。秦霜，阿阳，放开他，不要再走错路了。少爷，我没有错，这个女人消磨了你的斗志，磨灭了你的心性，你早就忘了我们这些年并肩作战，忘了我们父亲的战死。行啊，你就赶紧承认你嫉妒我，承认你对你家少爷产生了非分之想。闭嘴！抱歉，阿阳，我一直以来把你当成亲妹妹，我的心中只有秦霜一个人。少爷，连自己的喜欢都不敢坦荡表达，还因为自己的私心怪他，你真是双手瞄准刀让我发笑口！秦霜，你住口！秦霜，
想到吧，我可不止一根针呢。望着你不肯后退的眼睛，镜子系代表了光明。黑夜里我们不需要怜悯，在真理里有回答不了的问题。小姐，你终于醒过来了。江心之呢？你昏迷了好久，他怎么了？你说呀！我还以为你出事了。我要是出了事儿，你不是得守寡吗？来，试试皇后的礼服，不合适，送回去让工匠赶紧修改。谢谢你，江心之，谢谢你无畏的维护，谢谢你的爱和包容，让我在这个时空获得了最幸福的生活。除了谢呢？我爱你，我也爱你，此生不还。